在淡江大桥上面，永济做了3个部分，一个是钢构上面的这个涂装，它会用到佛碳树脂，然后再来就是它混凝土桥墩，就是在水面下的桥墩，我们是做锯尿，混合之后喷涂10秒钟就会变成硬化，像这样子的10秒钟，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是涂料那你看这个强度非常强，如果你喷厚一点的话，才可以这个形成这个防水跟保护的作用。你看这个桥墩有时候那个土石流来会有石头，对，这个可以耐石头撞击的。那像这个高铁我们也喷了，全长我们将近喷了2/3，这就是用在这个高铁桥墩。钢是500度，它就会软化，就会出现问题。对，所以你一定要隔层，让它不会到了500度。没错。那它其实在200度的时候，它就是开始你的防火漆就会产生它的化学变化。本来那是平的耶。对，没有错，它就是膨胀。一个平的，所以它就会增加到本来是可能0.1公分，对，它马上会就增加到3到5公分。如果你到了巴黎去旅游，你就会去看埃菲尔铁塔。可你知道吗？埃菲尔铁塔开始设计的时候，它只准备存活20年，也就是20年后它可能要拆掉，因为它是手铁打造的，在风吹雨打的状况下，它更不可能长久存在。可是你知道吗？埃菲尔铁塔存在在现在已经将近140年了，它可以存在现在这么久的时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涂料。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就讲，你不要去忽略涂料的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无名英雄。如果没有涂料的话，埃菲尔铁塔它根本不可能继续的存在。那只有埃菲尔铁塔吗？如果你到了旧金山，你一定去看金门大桥。你知道金门大桥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团队，它一直在监控了这个桥的安全性。而监控安全性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它要维持上面涂料的一个安全，不可以有任何生锈，因为它是钢构建筑。所以你就知道涂料这件事情对整个建筑物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你讲涂料不就油漆吗？没有。你知道吗？在台湾有非常长的时间里面，我们是没有能力生产这样的一个涂料。你要知道说，过去我们很多的涂料是要从国外来进口，而你知道这个涂料有多贵吗？涂料是1吨的钢构跟1吨的油漆，它的价格竟然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你觉得不起眼的油漆，在国外是一个非常珍惜、非常昂贵，那是台湾现在的厂商经过研究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台湾现在才有办法生产。所以现在这个生产的成果，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放在淡江大桥。你知道淡江大桥，刚刚讲你在河口，你在海口，在河口跟海口之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险峻，它有高岩，它有日晒，这样的状况下，你的涂料我要能够不剥落，我要能够抗紫外线，我要能够有足够的粘着性。你知道这彼此是互斥的，我要把这么互斥的东西全部组合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过去这种事情刚刚讲，我们只能跟国外进口，那就非常非常的昂贵。而且如果说中间的涂料有一个所谓的运载出问题的话，你会延期你的工程。现在这些问题都在台湾一个一个的克服了。像我们在做节目，你就会发现说，现在台湾被举世瞩目，不是只有一个台积电。台积电现在的良率非常非常的高，不是台积电的晶圆做得非常好，而是它的周边厂商都把自己该有的角色，不管你是做光照的，你是做研磨的，你是做探针的，你都要做到100%的好，100%的良率，而是这样子整个堆叠起来，才有现在我们 AI 的奇迹的存在。而在这过程里面，你都很难想象，原来涂料、原来油漆，在整个工厂里面也扮演一个非常角色，你知道吗？台积电的工厂是不能融入一滴的灰尘的，任何一点的灰尘都会破坏晶圆制造的良率，所以你的油漆不可以挥发，你的油漆要有静电的功能，你的油漆的品质要非常的稳定，而过去这些也都要从国外来进口。没有想到，刚刚讲到，我觉得现在看到台湾，我们会非常的感动，就是它不是一个台积电，它不是一个联发科，它今天不是一个台达电，而是台湾你在各个角落里面，你觉得非常不起眼的厂商，他们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样子累积起来，才有现在台湾的奇迹。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会多介绍这种传产的节目，让人家知道说台湾的人是怎么打拼的，台湾人是怎么样有我们的工匠精神。而我们这一集是由红牌油漆来赞助播出，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这个永利造漆红牌油漆的张丰利总经理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到底怎么做的，他们知道怎么改进的。现在这个淡江大桥，
他们怎么样符合我们官方要求的标准？张总经理好。宝杰哥好，大家好。那其实永基朝夕今年已经75年了，已经传到我现在是第3代了。家族传的，也是家族传。对，这个永基是我祖父创立的。那这个涂料，刚宝杰哥讲说，这个埃菲尔铁塔跟旧金山大桥，其实他们都是钢构这个桥梁。那其实对防锈非常重要。那只要有生锈，就有服务的地方。那这个油漆看起来真的微不足道，可是它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你像这个油漆，它不仅是要防锈，还有美观。对你如果这些桥梁没有这些缤纷的色彩，那看起来就会这个很无趣所以这个油漆在这个钢构上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本来没有再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会开始去了解台湾的高科技，是了解台湾的这些整个的生产这些规模。是我以前是装甲部队的，你知道装甲部队我有很多车子，我要做很多油漆的工作，什么开始要批红单啦、批土啦，开始要去读，我觉得就没什么可是我听你讲才知道，原来你今天要做这个所谓的大桥，你今天要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科学园区的这个厂房，甚至你要做这个军舰，它没有那么容易。原来以前我们这些油漆要跟国外进口，然后油漆很贵耶。他讲说一桶油漆的价格，一桶我们台湾的油漆可能是20-30块，可是你的国外的进口的价格可能要2-3千块，甚至上万元。他说，如果说你今天买一吨的钢铁的价格，居然跟一吨油漆的价格是一样的，油漆在国外这么贵？以前像防火漆，它从国外进口进来的单价的确是蛮高。以前这些核心技术都是掌握在国外的厂商当中。那永基经过不断的自主研发之后呢，那它的价格已经是国外进口厂商的一半或甚至更低。对，所以就是要透过不断的研发而且我们公司有很比较广的这个生产线，对跟这个产品线所以就是借由这个不同的这个产品来满足这个不同的客户。你像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已经横跨非常多的产业，建筑、重防史、民生、防水、防火、这个彩钢等等。那张你刚刚讲，我刚刚看到说埃菲尔铁塔特别这个它的设计是说，如果没有涂料，那你今天根本不可能存活。然后他本来就说，我本来只做20年，然后当然因为它这个就跟无线电的关系啦，它跟它的广播的关系啦，它有它存在价值，可它能够存到现在，它跟它的后来的涂料很有关系。没错。可涂料大家想说，涂料有这么高科技吗？那个涂料有这么贵吗？特别你们现在的淡江大桥是由你们做的，那这个涂料跟一般涂料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涂料一般的涂料只要20几块，这个涂料可能一桶就要2-3千块，甚至上万元？这个涂料有什么学问？这个涂料有什么特别嘞？我跟宝杰哥报告一下，其实这个我们讲这个当初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他一定会针对这个被涂物做这个涂装规范。那这个规范都要符合这个相当的这个测试标准。对，那 know how 就是在这边。你像这个我们永基从来不是只卖单一产品的一间公司，它卖的是一整个系统。那就像说，你不同的被涂物，你就要选用不同的底漆、中涂漆跟面漆。那像刚刚宝杰哥讲说，为什么这个埃菲尔铁塔啦或淡江大桥，因为淡江大桥它设计就是使用年限要非常久所以这个在这个涂料系统的设计上面也非常严峻。那当初这个我们董事长他就是坚持，他要用那种风电等级的这种底漆。然后来用在淡江大桥上面，对，就是为了要确保说它的使用年限能够很久。因为说真的，这个建筑这么大这么高，你要重新在这个涂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然是希望说一开始就是使用这个最好的涂料。那我们面漆是使用这个佛碳树脂面漆。你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公路局，它就会有规范以前就会用这个聚氨基甲酸酯，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油类档那油类档当然是很不错的，不过它的耐候这个防蚀能力当然是还没有这个佛碳树脂来的好。所以现在目前台湾的这个桥梁规范都是用佛碳树脂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涂装系统上面的进步。
你讲到浮碳树脂，说这个是台湾后来我们才有办法做到的。是，以前台湾是没有办法做到浮碳树脂嘛？是因为这个技术都是掌握在国外。因为我看到里面的说明，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因为你要去抗紫外线，你要去看这个高盐、高酸，然后你要看到这个气候，所以你的分子结构要非常非常的一个紧密，就 CF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结构。那 CF 结构里面，它问题是，如果我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紧密，它甚至我看到一个形容，你说那个不太一样，就是跟铁芙蓉那个表层那个图形一样，它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紧密，所以你光也进不，你的光的这个不会破坏，然后你这个盐也不会破坏，你都不会破坏。可他说有趣在哪里？有趣在于说，我今天这个东西非常紧密之后呢，它的粘着性就变得比较差，因为我很紧密嘛，很紧密的时候我就不会粘上去嘛。他说这个东西对你们俩很厉害的是说，一般我如果说要做一个小东西，我就要把这个氟利树脂啊，氟碳树脂，我要放在烤箱里面或者高温里面，200度的高温，我才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可是我放在淡江大桥上面不行啊！你们难在哪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CF 的这个氟碳树脂，跟这个所谓的粘着，然后再加上你们独特的配料，这个可以整合在一起。是就像宝杰哥讲的，这个每种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哦。如果你要把它通通都放在一起的话，就要取得它的平衡哦，所以这个比例就相当重要。对，刚刚宝杰哥讲到一个这个铁氟龙哦，这个铁氟龙，我们之前也跟这个铁氟龙的厂商有合作开发了一支这个乳胶漆。铁氟龙它是比较抗脏污，那但是这个用在淡江大桥、关渡大桥上面的这个氟碳树脂，它必须要通过这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比如说紫外线，好，因为淡江大桥这边有海口，哦，这个盐分相当高，哦，所以它必须要这个耐风吹、耐日晒、雨淋，那只有这个氟碳树脂才有办法能够抵抗这个高强度的紫外线，对，然后让耐用年限比较久一点。制造这个氟碳树脂很难吗？其实我们是跟这个原料商买树脂，对，然后可是重点就是在这个树脂的比例，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它有1毫就没有2毫，对，所以这个比例的这个平衡，就是我们涂料厂的 know how 所在。那现在这个淡江大桥，听说你们是在那边当地，针对这个所谓的风，针对这阳光，针对它的海水的盐分，针对这个紫外线，是你们去算出它的配比，就不是配比，不是我自己在我的房间就可以算出来了，是我要去看现场的状况，如果有需要怎样的一个这个抵抗的能力，我才要把它做出来吗？我跟宝杰哥报告一下，在淡江大桥上面，永济做了3个部分，一个是钢构上面的这个涂装，它会用到氟碳树脂，然后再来就是它混凝土桥墩，就是在水面下的桥墩，我们是做锯料，那像这边会看到说。这个就是模拟这个桥墩这个锯料呢，这边有一个试片这个试片呢，就是一般的涂料它是主剂将硬化剂混合之后喷涂，30分钟之后它就会硬化。可是锯料这个材料非常特别，它是2大桶53加仑桶的主剂跟硬化剂，然后经过特殊的机器高温加压之后，再枪头这个混合之后喷涂10秒钟就会变成硬化，像这样子的10秒钟，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是涂料那你看这个强度非常强，如果你喷厚一点的话，才可以这个形成这个防水跟保护的作用。你看这个桥墩有时候那个土石流来会有石头，对，这个可以耐石头撞击的。那像这个高铁我们也喷了。全长我们将近喷了2/3，这就是用在这个高铁桥墩喷这个轨道上面。你看它就是够强，所以才有办法说确定那个高铁的使用年限可以很久。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我以为它是一个纸板，没有，我以为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是，可你刚刚讲，它全部都是涂料，全部都是涂料。我讲白了，它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全部都是油漆。是没错。那像这个我们之前，而且它可厚可薄吗？你要喷多厚都可以吗？都喷多厚都可以，要喷多厚都可以。那像这个之前我们有在一个建案上面用过，就是这个我们尹总裁他自己的松涛园在植物园旁边，这个是整个案子都喷这个材料。
那我们之前有跟建商推销过，不过它可能单价太高，这很贵。就是这有多贵？这样不便宜了。不是我这样讲好了，我家一个大概这个应该是20米见方吧？它是我们算这个1平米，1平米的话单价现在都要1500块钱以上。我喷1平米就要1500块。对，1平米那如果喷其他东西是多少钱？大概会在1000块钱以内吧。所以这个单价比例是差很多。那你说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防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防水材料。那你说再做厚一点，我觉得刚刚听讲蛮有趣的是，你说再做厚一点，它有防弹的功能。对，如果再做厚一点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这个抵挡这个子弹。真的假的？对，那时候有在研究说要做这个防弹衣的内衬。这个以后可以做防弹衣的内衬。有在研究啦，有在研究。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可以刚刚讲的，它可以这么密合，然后它可以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主要是它的喷涂不是那么好喷哈，它必须要有这个相当经验的喷涂厂商来施工。对。那你看这个板子的这个强度非常强你怎么弄怎么凹都可以。对，怎么凹都没问题的。对，所以这个其实饰板就可以就说明说它这个强度非常强。所以这打不出来。所以我在这个厚一点的话要很。那我这个柱子上面就这样喷的这样，然后你上面水、石头、漂流物、对耐冲击都可以有个冲击，没问题。那你要讲说，那现在等于说淡江大桥就是原来是有我都有特别限制这个所谓的这个氟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聚合物。然后你现在有这个东西，那你刚刚讲我们从上面你有3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我们做那个人行跟车步道像这个就是我们做在人行步道上面的材料。那因为它要使用人行步道也是用喷的？它是喷涂，然后上面再加那个沙让它止滑，因为你会在上面跑步跟骑脚踏车，对，所以你不能够光滑，你一光滑的话就会滑倒。可是你又不能够太粗糙，如果你要是跌倒了，哇，这个摔倒好像被那个砂纸磨到也不行。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比例我们都是符合当初这个规范去施作的。所以这个淡江大桥其实我们就是做这3个部分，就是桥墩跟这个钢构的防锈蚀，然后还有人行跟车步道。那我没有想到现在涂料也可以做路面。是，它其实涂料本来就可以做，像那个我们在路上看到路线漆，那个就是涂料的一种。对，可是就是路线漆啊。可是一般来讲，我们讲人行道不是用一些红砖啊，用一些柏油啊。可是现在最新的是用涂料。对，他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设计用这个涂料。那我用涂料跟我用一般的，比如说我用砖啦，我用这个一般的铺面，我用一般的沥青，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各有各的优缺点了，坦白说。不过用涂料的话我们到时候如果它这个后面的这个要改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或者说是在修补，怎么样修补比较容易？是不是更难呢？你一整片就要这样修掉？不会，它不用整段去重做啊，它可以这个分段的来做，对，都没有问题的。那你们现在做这个东西的量大吗？现在我听说做路面的这种需求有越来越多吗？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多，因为以前的这个路线漆它都会用特殊的机器，用烤的要它要加热。可是现在这种冷缩型的，它只要喷涂在这个路上，其实就可以用了。对耶，我想到了。小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在喷那个东西的时候，后面还要拿一个火去烤一下。对，而且它会现在不用了，我现在喷上去就可以用。对，我们这种冷缩型的，直接喷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刚刚谈到了原来淡江大桥是这么有学问，不是说我今天把油漆弄上去了，我要非常特殊的油漆，而且刚刚讲的这个油漆里面，因为它彼此有些东西是互斥的，我如果要结构非常的紧密，我的粘着度就不高，所以你要把粘着度高跟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紧密性整个整合在一起，这就是你们的 mega 所在。是没有错，因为淡江大桥各位也知道，它这个从设计好其实流标相当多次，那后来就是由这个工信工程来承包嘛。那这个钢构部分呢，就是由这个在宜兰的那个建山机械来做。那时候我们是跟建山，我们长期都跟建山配合，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涂料也符合规范，然后这个建山也对我们的这个涂料信赖，所以才用。然后再加上说这个像这个聚尿喷涂，它也是非常难喷，因为在那个水下围堰把水挡掉之后，它要下那个基桩嘛其实在那个环境也非常难。
那这个就是由我们的厂商叫顺兴，它是做喷涂。那很巧的是，淡江大桥是顺兴做，那其实这个关渡大桥的修补前几年也是由顺兴来完工。那像这个我们淡江大桥有通车压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台北的这个张经理，他都一直被赶进度。那时候哇，一定要赶通车，所以我们很高兴可以由这个宜东，我们这个炳昌哥来帮我们完成。你看那个涂料很厚，对，因为年限要很久，那个非常难做。但你讲的我觉得很妙，说你刚才讲的是桥墩要涂这个，对不对？桥墩要涂。我本来以为说这个桥墩是已经涂好的放下去，没有，不是，没有，是我桥墩放下去，我在做隔水，对，然后我要等于说我要抢时间把那个喷上去，没有错，所以要找到好的施工厂商是真的。我们刚刚看的画面是，它如果是平地，我觉得还简单，是，可是你如果在水里面下怎么喷呢？他们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机具运到下面去，机具还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所以你说台湾现在做这个东西也可以做这么厉害？是，当然这个要好的这个施工厂商来配合。对，我觉得涂料它像一个半成品，它要经过施工厂商这个喷涂之后，对，完美的喷在被涂上面，那个才算成品。所以它很考验这个涂料，然后跟施工厂商的这个搭配。你对这个材料熟不熟，也会影响到说这个施工品质。你知道我在看伊隆马斯克传跟这个所谓的贾博士传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的感觉是什么？他们两个人可以在美国生产做出这种的东西，不管你是做这个 SpaceX， 你也不管做电动车，或者你今天可以做出你的那个 Apple 的电脑，那是因为美国有一套的整个的系统。你刚才讲到，贾博士说他当时看到这个东西，他们是有个电子论坛，电子论坛，他就想说我要做一个电脑。那你想说，如果你今天在非洲，你今天在中南美洲，你更不用想了。他说在美国，你要电阻器有电阻器，你要什么有什么，而且你需要帮忙，就会有人来帮忙你。那我看到伊隆马斯克说，原来 SpaceX 的概念回收概念不是只有他，原来美国早就有这样的人了。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土壤里面，你有很多的供应商，你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这些等于说基础的建设的能力，你才有办法长出那个花朵。我每次看台湾也是这样，我觉得好厉害，就是我要做一个桥当然没那么简单，我要设计，我要钢构，我要这个所谓土木建构。刚刚讲的没想到涂料。对，所有的东西，每一个小东西，台湾都有。对，而且台湾现在都可以做到最好的。对，其实像这个一般这几年因为建筑跟这个台商回流所以有很多这个电子厂都回来盖厂。对，那像我们在电子厂的话，其实我刚刚就讲说，油漆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可它却这个影响力真的是蛮大的。你像这个钢构电子厂它有钢构，它就必须要防火。那像它的地坪，因为是无尘室，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无尘室，它的这个要求非常高只要有一小颗这个灰尘它可能就会破坏晶圆让良率降低。那因为我们人走动啊，或者说这个会接触东西，就会产生静电那在这个电子厂要使用这个抗静电或导电地坪那像这个抗静电跟导电地坪呢，它都有它的这个规范你像我们在这个地坪当中，我们就要做这种无接缝的所以它清理的时候就比较清理就比较不会有灰尘。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的地坪也是像这样子用喷上去的吗？我们是用涂抹式的涂抹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做导电地坪。对，那像导电地坪的话，它一般就是加这个导电纤维，或是说加这个铜箔让它这个静电可以很快的导出去。对，这样就不会这个让这个工程师在里面走动的时候，或车在推的时候会产生静电。这样我一直以为说，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厂商，或者说这个晶圆厂，它地底下不是铺砖的。不是，它都是做那个环氧地坪，都是环氧地坪，都是环氧地坪，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类似像这样子，等于说这个是用喷的，完全无缝的，对。所以你不是一层一层涂上去的，对，都是要做底漆，然后中涂漆跟面漆，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规范在。那像这个钢构防火的，对，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钢构这个是台湾的法令规定的，对，只要你是钢构建筑，你上面就要涂防火漆。那这个钢构防火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这个涂层虽然说是薄薄的，
可是它在遇到高温高热的时候，它就会膨胀，然后变成这个碳化层，那就是由这个碳化层来阻隔这个热源，然后让延缓钢构这个软化的时间，一定会软化。哦，各位想想看，这个在这个2000年美国911事件，哦，2台飞机拦腰撞上这个双子星，这个大厦是怎么塌的？它是整个这样子往下塌，哦，因为这个钢构的速度，温度是瞬间达到这个1-2000度，哦，所以钢构它一定会软化。可是你加上这个防火漆之后，它会延迟钢构软化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往下逃生的时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好，那张刚刚讲，台湾现在钢构结构当然越来越多嘛。是。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厂房也是用钢构，因为钢构它有个好处，它盖得非常快。第二个是它防震，是它有很大的好处。可是刚刚讲钢构有个大问题是它怕火。是，没错。因为刚刚讲钢构，如果你到了500度，是，如果这500度的温度的时候，它的钢就会开始软化，没有错。它可能还钢不会融化，但是它会软化，就塌下去。对，没错。所以你们就必须要上面涂一层这个防火漆。没有错。我觉得防火漆刚刚讲的非常重要是，这防火漆以前是这样，只有外国进口，没错。啊，非常非常的贵，没有错。他刚刚讲的那个防火漆一桶，刚刚讲的就是可能要上万块，好上万块，也就是说你。防火漆的价钱涂薄薄的一层哦，没错，我涂薄薄的一层的那个防火漆的价格，居然比我钢构的这个价格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错，以前钢构这个防火漆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对啊。但是在台湾经过我们永济自主研发之后，它的价格现在是一半以下。我都没有想到说，你今天钢构我就不过涂一层而已。涂这一层油漆居然比我后面那个钢还贵。其实宝杰哥，我再跟你报告一下，我们现在钢构防火材料分2种，一种是这个防火背负，就是我们讲的防火泥，哦，这个经济实惠，你会在哪里看到呢？在卖场，或者说高铁停车场那种外露的这个钢构，你看那个粗粗的，我在看到 Costco 就很多啊，那个就很多，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防火背负，哦，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像我刚刚给各位看这种薄涂型的，那薄涂型它又分成这个油性的跟水性的，哦，那像这个我们一般的住家几乎是用油性的这个防火漆居多，那像台积电这种要拿的这个，因为台积电是台湾比较早拿那个美国绿建筑立的这个电子厂，所以它的材料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很严格的认证。它就是几乎都是要用水性的为主，所以我们就是针对台积电然后去用一个这个水性的这个防火漆涂料。对，那各位不要想说这个防火漆好像哇很好拿，其实不像各位想的那样，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特殊的实验室，我们要去先定那个钢构，它有固定的规格尺寸。然后在上面再上涂一套这个防火漆系统，完了之后去国外的实验室烧，比如说送到英国去啦，或者说在新加坡，我们要烧过之后呢，才能够符合这个国外的标准。可是还没完哦，如果你防火漆要进来台湾的话，这个台湾你要拿到台湾的这个新工法新材料的证书，你的厚度就是要再乘以1.25，就等于说，假设你在国外的厚度是1公分，可是进来台湾的话就要变成1.25，所以台湾对这个防火材料的要求其实非常严格。你说它是1公分，我是要涂1公分，还是说要涂？假设你涂1公分的话，在国外你是1公分，你有烧过，有通过这个测试，你拿到国外的证书，对。可是进来台湾还要再乘以1.25，多涂一点，要多1/4的厚度，所以就代表说台湾对这个防火这个涂料的认证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你刚刚讲，为什么今天台积电？我如果说去一些卖场，你看到那些涂料，这样子，那个当然比较便宜，因为它要求没那么高。要求没那么高。刚刚讲为什么今天到台积电的厂房或者那个，你就因为不可以有灰尘。对。所以你今天涂上去这个东西，它非常干净，而且这个东西不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杂质这样子跑出来，甚至它不可以乱挥发，它挥发的这个程度也是要控制在非常的标准值在内。没错。所以它等于是每一个小细节都非常非常难。没错，而且以前是油性，现在都慢慢要转成水性的。
那我看到这个防水漆，我刚才讲，我心想说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我这样涂一层的钱居然要比这个后面的钢还要来得贵？没有错。那我们就查了一些资料，就跟大家请教，他说，原来你这个防火漆，它是有什么酸源、有碳源、有气源。比如说，您看到您刚刚那个东西，它这个发泡一开始不是这样鼓起来的哦，不是，它是里面居然有3种不同的材料。没错。那这3种不同的材料，那个配比其实就是独家专利。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 know how。你的 know how。他说原来刚刚讲到，因为刚刚讲钢是500度，它就会软化，就会出现问题。对，所以你一定要隔层，让它不会到了500度。没错。那它其实在200度的时候，它就是开始你的防火漆就会产生它的化学变化。开始会化学变化了以后，刚刚讲的第一个是酸源，它开始会释放了一些叫做这个所谓的无机酸。是无机酸出来了以后呢，就会有碳源的这个所谓的碳化。碳化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气源的发泡。所以它里面就有化学作用，没有错。所以我看到那个漆看起来很简单，原来是我的200度以后，它自己就会有内部的化学变化，就会出现，本来那是平的耶，对，没有错，它就是膨胀一个平的，所以它就会增加到本来是可能0.1公分，对，它马上会就增加到3到5公分，对，会变好几倍。那个东西，所以以前台湾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台湾贵就贵在这里。台湾以前都是仰赖进口，不过我想这个宝杰哥真的非常专业哦，这个都把我们这个油漆的 know how 都讲出来了。不过这以前的确都是要国外进口，那现在就是经过永济的自主研发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这个合理的价格，而且可以迅速的在台湾供应。对，我们的优势其实就是在地制造。哦，那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富邦凹子底，跟台北双子星，这个防火涂料也是我们去拿的。对，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它的工地就是很多工种同时进去，你也不可能在那边囤料，所以就是要多少我们就是马上供应。对，这样可以让工程这个进度可以比较这个迅速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优势。能够供料迅速，而且技术服务也相当的快。你随扣我们就随到。对，所以我们才讲到台积电，因为我问到过很多专家，是他们讲说，国外如果要想取代台积电，他说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他们说没那么容易，不是说台积电本身我的晶圆制造，比如说我的2奈米、3奈米，我可以做得很好，而不是。是你从一开始我的光照，我的所有的厂房的设计，刚刚讲我里面不可以有灰尘，甚至我里面的这个双氧水。甚至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进出，它连那个废水回收，是刚刚讲到那个涂料。我觉得台湾之所以伟大，或台湾之所以让我觉得敬佩，是说他不是一个人那么厉害，没错，是一群人很厉害。而且这一群人是我看到有些人，他说他愿意，比如说那个探针，那个探针他愿意做到说，我做到的非常细。我甚至还看过一个故事说，他用那个高压让那个桶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分子进行软化。软化了以后，我再用那个孔把你挤出来。我想这也太神了吧？他说没有，台湾的老板现在就是愿意做这样的事，所以以前不愿意做这样的事，现在的老板都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得更好，这种东西，比如说以前都觉得日本的东西最好了，德国东西最好了，现在台湾现在的老板也要做到，我可以拿得出去嘛？对，其实台积电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整合了哈。你像这个每个厂商当然都要这个。我觉得就是要尽一份心力，努力的让台积电能够顺利。像前一阵子这个战争，价格是不是原油价格是不是一直在飙涨？其实对涂料厂商来说，这个经营非常难因为里面有溶剂里面的树脂都是由原油提炼出来的。那这个我的厂商1个礼拜就来跟我涨价一次，而且还限量。其实。在前一阵子，哇，我们这个真的经营非常辛苦我到底要不要接新的案子，还是说就维持？那甚至有一个原料商，他从这个国外来，我们在这个交换市场心得。我只跟他讲说这个现在不是照进的时候，现在是要保守。那我现在也只有做我自己的客户但是我有一个忙，你一定要帮我就是要确保台积电供量要正常。那你必须要一起帮助我，他也认同。所以真的是现在全台湾都在支撑台积电。我想是我们是尽一点微薄的心力了。所以你要之前不是发生了，比如地震啊，或者什么东西，你就会看到台积电的这个外面的停车场马上就停满车子。没有错。他们讲说台积电外面停满车子，说那不是台积电的员工
那是很多台积电的外包商所以不是台积电的员工他要随叫随到，是台积电的外包商，像你们这样子，中间有任何问题是全力的支援，对，台湾才有这样的 AI 或是这个晶片的奇迹。没有错，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台湾人为什么电子业能够蓬勃发展原因。你像如果这个我们讲个笑话，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可能这个是2种不同的状况。对，那美国人可能他很注重自己的生活嘛，他可能想我地震了怎么办不然我隔天送完小孩之后我再来处理好了。所以你们即使是油漆商，你们也是这样子随时随叫随到。当然了，你像我们这个彩钢彩钢就是我们一般屋顶上看到的那个浪板它的颜色因为它是要一致性的，所以它对颜色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的那个工程师他是24小时 on call 的因为那些24小时跟电子厂一样，因为这些这个浪板的厂商他是24小时都在烤漆所以你只要这个产线上面颜色一有闪失，我们马上就要到现场去处理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永纪能够在这个涂料业界能够有这个这么多的成绩，其实就是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了。不过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我真的觉得大家一直在讲说日本人有职人精神，我现在做了这么多的一个题目，我真的觉得台湾那个职人精神更加的可怕。我觉得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我们现在做了公共工程，你们现在做了是，然后呢，刚刚讲的高科技的厂房也做了，那你们现在也进到军工产业，是没有错。军工产业里面刚刚讲的现在的潜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船舶啦，你们现在都做，可是你们有通过美军的验证吗？有我跟宝杰哥报告一下，其实这个像是军方的话全世界大概会用这个美国 MIL 的规范所以你只要你的产品想要进这个军规，你就必须要通过 MIL 我们讲 MIL 的这个规范。那像这个我们的船舶机以前都会用在这个渔船上船，那现在也打进这个我们讲这个国舰国造这个我们军舰的供应链。为什么？因为这个它的军舰它船速很快所以它必须要耐磨你如果涂料上去的话你要耐磨，你不能这个好像常常就要你说那个跟水的摩擦性的，当然啦，因为你船速越快的话，你的损耗就会越高嘛所以第一点要耐磨。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只要是船，你们各位注意一下，只要是船停留在港口停一阵子，它的船底就会有这个白色的，好像这个壳海生物附上去，我们讲海蛎子那如果你有海蛎子附着在这个船壳上面的话这个油耗就会高，就阻力会变大，阻力就会变大，所以我们的涂料就是要耐磨好，然后呢，这个不能让海蛎子这个附上去。那其实以前都是用药了，那后来这个国际海事公约上路之后，它就不准你用药，所以我们现在表面就是我们的涂膜就是要做得很光滑，让这个海蛎子很难附上去，要不然就是它附上去之后船一开，这就自己会掉下来，会掉下来。是，所以以前我们看到 Discovery 讲说，他们现在船只要进来就有一个专门的喷水，高压喷水去喷这个东西，没错，就是要去洗那个海蛎子。但是现在可以让它减少很多，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刚才讲的通过军规，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跟美军有关的东西，他说通过美军军规，那非常恐怖因为他说美军军规不是你的性能要好，你的功能要好，最可怕的是你要在各种极限环境。比如说你的高温不是一般的20-30度，你可能要到50度，你要到低温，你要风沙，你要在各种环境。我们曾经做过台湾的那个电脑，它是可以在吉普车上跑，然后我可以摔到地上，我要拿起来都还可以用。你们的油漆也要经过这样的极限测试，在各种极限的环境里面要通过考验吗？对，当然要你像这个，我来举一个例子你像我们这个前一阵子比较夯的议题，就是我们这个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发电不是它上面面板下面会有支架嘛？那一般现在支架都是它必须要耐用年限要很久，所以它就会用一些合金之前比较热门就是铝镁合金那之前也有厂商去找我们评估说你要上面这个涂层薄薄的，然后我就要耐用年限要多久。可是各位想想看这个像这个太阳能发电，它一般都会在那个岸边嘛，对那台湾东北季风大的时候，其实风沙非常大，风沙会把这个
东北季风会把风沙带起来，那带起来好像这个喷砂一样，这打到肉都会痛。哦，如果太薄，红桃追背啊，对，如果太薄哦，那游戏一下就被打掉了。所以这个游戏的规范也是要测试。如果说你是硬度高，哦，那你就可以抵挡这个沙。可是如果像硬度高的话，一般就不耐候啊。哦，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开发出说，就是硬度很高，然后它又同时又耐候的产品，哦，将来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应用。对，那也许就可以这个像宝杰哥讲的，就是这个通过更严酷的这个军规的这个测试，就可以找出不同的应用。所以我想，游戏现在难在说，我不是7好就算，我要放在公开的环境。没错。我在公开的环境里面，刚刚讲的那个考验就非常严格。没有错。对，你中间，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韩国的一个巧的故事是，它就是一样啊，它涂料没弄好，没有错。它最可怕的是，因为我觉得韩国公司很奇怪，韩国已经发生很多，比如说车祸啦、火灾啦，它整个大楼崩塌啦，它连那个大桥也因为涂料的关系，它可以整个崩塌掉。是，宝杰哥讲的是1994年这个圣水桥，圣水大桥。对，那这个因为它是钢构桥梁，其实如果油漆不是涂上去就没事了哈，它其实还是要做这个相当的监测哦，看它有没有生锈。像这个钢构桥梁最容易生锈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螺丝螺丝孔那边。那这个圣水大桥，它是因为这个长期的，比如说它下雨了，它可能有一些构件会容易积水，那些积水如果没有办法排掉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比较容易生锈。那一生锈的话，它就会有这个崩塌的危险。你像台湾其实也有例子的，2019年的时候，这个在宜兰那个大桥也是因为生锈。那其实生锈它并不是说就是表面锈蚀而已，有的锈得很严重的话，它是会穿孔的对，穿孔。对，那你穿孔的话，以前我的车就我当时在装甲车 ，OK， 那个车我们有放外面，后来穿孔我还要补土。对，没错，那个车子才可以用。可是你像钢构桥梁，它不是说补土，它可能就是这个钢构整个要切掉，然后要焊。它包含连这个它有这个固定的工法，它连焊工都必须要拿到这个国际这个焊工的这个执照，才有办法来执行这样子的任务。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涂料选用跟它之后的这个监测，其实都攸关这个安全问题。好，那张总，我们刚刚讲到了公共工程，我们讲到的高科技的这个厂房，我们看到的军方，可是那个对一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高大上，跟我们聊一样。可是，一般现在像我小时候，我们在做家里的这个整修或者做装潢的时候，我们喜欢用壁纸。对。可是我现在听到很少人用壁纸。是。现在很少人用，那现在都什么？就是涂漆。对。那现在这个涂漆，我现在看到说，因为我自己喜欢看装潢的书。OK。我觉得很神奇的是。现在的色票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对。然后呢，现在就这种涂漆可以做出你要的不同的规格，甚至我还看过一个案子是到一个家里面，其实那个房子不大，可是它可以用明暗颜色的对比，把它的层次弄出来，没错。所以现在去用漂亮的色票、用层次、用涂料，可以让你家里的这个环境变得不一样。对，一般像以前我们去买油漆一般消费者买油漆都是去油漆店。那油漆店现在这个很小，然后就它要摆的库存又很多。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技术是从欧美来的啦，我们就是用这个做色浆，然后对，色浆是白色的色浆不是，就是白色的色浆就是基底，然后加不同的色料进去，然后比如说你去油漆店选一个色样是你特别想要的，那它就会根据这个不同的配方比例来调出你想要的颜色，马上可以给你，你就不用在那边就是等说这个我色票给你，你拿去给制造商，制造商再对色再去做。我们现在都有做这种这个调色机的服务。对。那刚刚这个，所以我要什么颜色，我可以马上弄出来，马上调。而且我们公司的色卡是现在业界最多2232色，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那像这个。刚刚还有讲到说，就是壁纸对，以前都会用壁纸来做，可是我们现在涂料不只是只有美观，它现在还有其他更多的功能，比如说有耐脏污啦，有吸附甲醛啦，然后我们甚至有吸附甲醛，有吸附甲醛，所以我的家具里面有一些甲醛，它可以把它吸掉。对，是，但是它不是
一直持续性的啦，它是用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离子交换来吸附甲醛，可是它吸饱了它就没有这个功能的。不过它还是有它这个我讲的这个话题啦，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抗病毒，我们是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病毒的细胞膜，真的，用涂料可以弄抗病毒。我们是破坏这个病毒的，怎么样破坏那个病毒？我们是用这个酸碱值来控制，来破坏这个病毒的这个细胞壁。所以用这个原理。可是那个病毒是说，我的手沾到了，我摸到墙上，它把病毒处理，还是说你们可以把病毒吸过去？其实是这周边附近的，它不是说用吸附，因为涂料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而已。不过它的原理就是说，它这个我们用这个我们的 know how，然后来借由控制这个酸碱值来去破坏那个细胞壁，这个是我们跟其他间的可能又不一样。对，所以这个涂料还有甚至有这种土质类的，你可以做这个厚度的啦，然后有阴影变化的啦，所以可以让涂料可以选厚度。它有做那种土质类的，像我们讲那个硅藻土。硅藻土。或者说它可以做一些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变化颜色的，有这种金属质感的啦，所以涂料它慢慢也走向这种有这种艺术，可以让这个涂料看起来好像这个有不同的风情，感觉好像艺术品一样。不过这市场是比较小众了，小众。不过我跟他讲，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刚才讲我不用壁纸，或者是我现在用涂料，你刚才讲一个对的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会弄脏嘛？对。现在我觉得有些好的涂料是真的，就是我上面就在弄脏了，我拿个水或什么东西，我这样擦一擦，我就可以擦干净了吗？对，是啊。然后再来就是涂料，你将来要改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好改。你像壁纸可能撕下来，然后除胶等等。那涂料的话，你只要上个底漆，然后就可以再上不同的面漆，就可以做不同的变化。这就是涂料的优势。是。那好，那现在在台湾有一个大问题是。这个涂料跟防水的关系了，就是说我觉得台湾人最头痛就是防水。没错，我这个涂料就可以帮我防水吗？这个涂料防水的运用其实也非常重要。像刚刚宝杰哥看的那个试片，它是2亿型的，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们现在公司开发了一个单亿型的，它放在一个铝箔包里面，然后你只要撕开倒出来就可以用，它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效果，当然没有它那个强度那么强。对，可是它效果我觉得是不错。那为什么人家都是2亿型，我们是单亿型？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know-how。我们把这个你刚刚2亿型就是我用2个不同的溶液，主剂加硬化剂合在一起，然后喷出来。对，你现在不用，我就单一的溶液，对，就单一包。那我现在只要就我们家哪里感觉好像哪里开始有一些。我有一些防水的地方，对，或者我自己涂上去就可以了。对，是。不过我是建议啦，这个还是要找，当然要找专业的，专业的来做了。当然专业。所以我就看到现在刚刚讲那种家具装潢，真的是我觉得是透过这种涂料，它可以让家里面出现了很多很漂亮的色彩变化。是。好，那所以我们就特别提到说，在台湾我们在做台积电或者我们在做台湾的护国神山的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敬佩，也非常感动的是，那不是一家厂商，不是一个台积电，刚才讲也不是台达电，也不是所谓的这些这个所谓联电这些公司，是台湾所有的这些小公司或者这些你觉得不起眼的地方，他们不断的这样的累积，不断的进步，把每个小点把小细节都做最好，而这种小细节做得最好，你才可以有台积电这样的一个良率。我们刚才讲，你如果从小你会觉得，你家旁边有个油漆店，漆油漆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没想到。现在这样的油漆，即使是这样子，它也有它高科技的成分，它也有非常独到的地方。原来以前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跟国外进口，国外进口的价格非常的昂贵，而且它进口的货的量也不一定能够符合你的需求。台湾人就是这样，当我有需求我就精进。台湾因为这样的精进，我们才有今天的发展。但我们也非常谢谢红白油漆今天的这一节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做好这样的节目。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多做这些产，让我们的观众知道说。我们台湾的厂商，我们台湾这些工艺、这些职人精神，在怎么样的小地方里面精益求精，才把台湾变得这么在全世界不可或缺。非常谢谢总经理跟我们讨论，谢谢总经理，谢谢宝一哥，谢谢大家。